其实很多中国老板是把他的这个土地当成项目来做，就是大家在买土地之前，并没有想好我这个土地上要干什么，因为土地的价值确实位置非常好，自己脑子里是自己给自己脑补了。但是我们因为20多年当中是做酒店运营和不动产的这些买卖的这个经验，就是我是知道这里边的最大的这个需求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买下来的那些物件都是大手会社的疗养所，不是把它改成酒店我就赚钱了。你酒店还得有个客房数，你还得有一个单间、双间、套间的客房比啊。你达不到一个45间客房以上的话，你接待不了2个团队以上，你未必挣钱。我们能给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是帮你把这块土地的再生出来这个收益的效果做到最大化。我们正在做这个，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山中湖有一个客人，他是买了2间房屋，他已经把这2间房屋变成了酒店。这个酒店的客房数加起来一共10几间，它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如果还没有特色的话，它就会被后期新兴建的那些酒店吞没到这个茫茫的客房当中。然后并不是说我看到富士山了我就是绝景的房子，看到富士山的房子多了去了。客人进去之后的话，从入口到出口动线如何去走的话最合理，规划上就开始给客人做一个提案。如果没有泡澡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舱体改成泡澡的这个房间；如果没有 BBQ 的话，我们可以组建成一个像四合院围拢的，让大家在那儿做一些这个围炉式的这种活动。后续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纪录片，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整个舱体落地的过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一直关注，看到我们后期每一期给大家推出来的一些跟进，一些给客人去做规划，还有给客人实际落地的项目。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堤，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